最近呢，中国央行突然做了一件大事儿，一次性的投放了1万亿流动性，用的方式叫做买断式逆回购，期限是3个月91天。那很多朋友问我，这是不是放水啊？是不是意味着中国进入了新的宽松周期？今天呢，我不只讲操作啊，更重要的是我要讲清楚通胀和通缩时代，央行会怎么出手，帮你看懂背后的资产机会。什么是通胀型的货币政策呢？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太热、钱太多、物价上涨的时候，就叫通胀。那央行会怎么办呢？很简单，收缩流动性，收钱。它会用到的政策呢，包括加息、提高存款准备金率、停止续做逆回购，也就是缩表。比如2022年，美联储就开启了大加息，目的就是让人不想花钱，因为存在银行的利息高呀。所以说，通胀时代的货币政策核心只有一个字：紧。那反过来，如果国家经济冷了，物价下跌，信贷紧缩，老百姓不敢借钱，那就进入了通缩的边缘。这个时候呢，央行就不会收钱了，而是要撒钱。中国现在的问题没有进入通缩时代，或者说类通缩不严重，央行呢不能直接的大规模降息，也不能大规模的印钱，怎么办？会用一些温和的水管子，比如说逆回购啊，那就意味着短期放水；比如说降准，就是降低银行的门槛；比如说买断式逆回购，意味着长期不回收流动性。那么这次1万亿买断式逆回购是什么信号？这次操作呢是2024年央行推出的新的政策工具。传统的逆回购即使也同样是91天，也和买断式在本质上完全不同，区别主要在于结构、操作权属、会计处理和使用的自由度。理论上，传统逆回购呢，央行是可以提前赎回的。当然，实际操作中啊，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事儿。但是传统的逆回购呢，则像一个可以随时调节的阀门，市场永远不知道央行明天是松还是紧。而买断式逆回购则不同，不在于到期后会不会收，而在于央行提前就告诉你了，我不会中途变卦，这3个月你放心用。背后的目的只有一个，拖住市场的信心，释放出稳增长、防通缩的信号。不是强刺激，不是大放水，而是定向缓解流动性的干渴。现在的中国是不是处在通缩的边缘呢？我们得看几个信号。首先呢 ，CPI 连续在0附近徘徊，社会融资增速下降，居民和企业信贷需求低迷，债券收益率维持在历史低位。那这些信号说明呢，我们已经进入了类似的微缩通缩啊，财政主托的一个状态当中。央行呢没有办法像以前那样靠降息大放水，它只能通过买断式逆回购这种新型的武器稳住基本面。我们普通人最关心的呀，是这对资产市场有什么影响，也就是我们的资产会怎样。那我说3个个人的判断：第一，房贷利率短期不会降，但是资金面会稳定，理财的收益会继续下行；第二，债券市场可能短期内继续走牛，配置中长期的债是阶段性的机会；第三，股市在等待财政托、央行托的双重发力，但是还没有到全面进场的时候。这是一个没有通胀的温水时代，机会属于能够提前理解政策的人。如果你过去呢只能用加息和降息来判断央行的行为，那么现在呢你就得升级自己的思维框架了。真正聪明的投资人不盯利率，而是盯工具。而这次央行释放的1万亿，就是那个你不能忽视的工具信号。